小一心，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，在不适合自己的场合强出头，可是要吃苦头的哦。可是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你们的禁地，即便在洪水降临的当下，禁地的规则或许不再有效，但在探索的途中，我们也可能会遇到十分强大的敌人，没有余力保护你们。格蕾修，我们不需要保护，我们是弗罗斯的守护者，会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里。可是，守护者并不意味着每次都要冲在最前面呀。有的时候，为了更好地完成守护的职责，我们不得不让同伴代替我们冲锋陷阵，这并不是懦弱的行为。更何况，你们还有照顾大家的任务吧？还是留在博物馆吧。姐姐们，我们不是头脑一热才做出这个决定的。我们也知道，和姐姐们相比，我们不够强大，也不够聪明，但我们有作为代理人的权限，有守护弗罗斯千百年的记忆，还有眼睁睁看着弗罗斯被洪水毁灭的不甘心。凭借这些，我们一定能找到自己可以做到的事。虽然比起姐姐们，我们能做的事应该很少吧，但说不定那正好是姐姐们做不到的事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维塔姐，以前我们一直被保护着，可以说什么也不知道，所以犯下了很大很大的错。虽然我们明白你这样做一定有特别的理由，但是这一次我们想要和你并肩作战。维塔姐，可以吗？至少让我们试一试吧。怎么突然搞得这么严肃啊？你们本就是城市的代理人，我可不会把你们当作孩子对待，你们拥有选择的权利。不过，方舟毕竟是格蕾修小姐的所有物，是否带你们同行，就由她来做主吧。不，还是由华姐姐来决定吧，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更长。那我们就一起行动，不过要记得，一定不要远离我们能照顾到的范围。为了让弗洛斯恢复安宁，让我们共同努力吧。好。哇，真的进来了！如何，格蕾修？时隔多年，重新见到熟悉的方舟，感觉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无论是谁，发现很久没回的家里被不速之客占领，心情都不会很好吧？我还以为格蕾修不会在意这些细节呢。呀呀，哼，呀！集中精神。来吧，星落一剑！接招！交给我吧。当心脚下。方舟上也出现了乐园宿卫，四处找找线索吧。等等，那是……这是挑战书。莫里亚蒂，看来他先我们一步来到了这里。可是，不管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，如果他什么线索都不留，不是更容易成功吗？莫里亚蒂把自己的所有犯罪都视作一种表演，如果什么线索都不留，在他看来，
表演的观赏性反而会大打折扣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排除，这份挑战书就是他计划中的一环，他在别有用心的诱导我们。好大的平台啊！这里曾是方舟的剑桥，航行期间如果没有休眠，我大半的时间都会待在这里。一个人吗？是不是很寂寞？研究艺术和工程原本就要和寂寞做朋友呀。而且那片破损的墙壁上面原本有一扇很大的舷窗，在没有其他任务的时候，我总会待在窗边眺望星空。星空？那一定很美吧？不像弗洛斯只有灰蒙蒙的2枚月亮。是的，很美，不过也很单调，就像是整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一样。没关系，格蕾修姐姐，现在你和弗洛斯的大家在一起，你不会再是一个人了。你说的对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这里的视野真不错，可惜现在的天气实在是不怎么样。下面的是弗洛斯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洪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，要尽快找到应对方法才行。代理人？原来除了我们之外，弗洛斯还有过其他的代理人。从记录的描述来看，他也经历过洪水，他只有一个人，应该非常害怕吧？可是为什么他会那么冷静呢？而且从结尾的内容来看，难道这个人从洪水中活了下来？太好了，原来那场大洪水并没有带走所有人，难道就是这个人建立了新的弗洛斯？那是你的手记对吧，维塔？上面布满着你的颜色。谁知道呢？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是……对不起，请问你知道我的名字吗？我不知道哦。那我该怎么称呼姐姐？我叫维塔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至于名字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可以帮你想一个。真的吗？谢谢维塔姐。不客气，我呀很擅长起名字呢。难道引导者的责任同样还有毁灭？维塔，这就是你出现在这里的理由吗？不知道这位代理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？快看，那边还有遗落的手记。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洪水。难道笔记的主人也和我们一样经历了轮回？可是那个时候，城市的代理人只有我们7个人啊。还是说，他是城市的居民？不，还有一种可能。小兰，你……也许，这位代理人并不是城市的守护者，正是他使灾难降临了弗洛斯。怎么会？不可能！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？
这些乐元素位似乎是一瞬间出现的，它们的诞生到底有怎样的规律？锁定目标，集中精神，星落一剑，来吧，当心脚下，交给我吧，等一下，那边还有。看吧，有些时候知晓真相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情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嘘，秘密。等到合适的时机，我自然就会告诉你们了。集中精神，交给我，星光凝聚，接招，来吧，当心脚下，路通了。不愧是格蕾修，开辟通路的方式也非常独具一格呢。过去看看吧。这是方舟的通讯器，迫降时受到了撞击，好在没有损坏。哟，大侦探，我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了。啊，你来的倒是比我想象中晚了一些，是因为身后的小家伙们吗？哈哈哈，这就是好人的劣势吧，注定会被许多东西拖住脚步。我现在正在方舟的顶端，也是你们无法企及的位置。而这一次，我希望和你们议和。让我们摒弃前嫌，给那个梭一点教训，如何？你不会以为这样的说辞很有说服力吧？没有关系，关于合作，选择权在于我，而非你们。早在你们进入方舟之前，我就已经尝试过了一切能与造物主接触的手段。看到了吗？云层之上隐约的巨物，那就是它的分支。真臃肿啊！我尝试过许多接近他们的方法，但很遗憾，那里似乎覆盖着凌驾于这颗行星的规则。我甚至想方设法飞上了高空，但由于缺少特定的权限，依然无法触其分毫。所以，我现在向你递出橄榄枝，是因为我要尝试最后一种方法，当然也是最疯狂的方法。1分钟后，我将触碰眼前的光柱，这是来源于造物主的纯粹能量。你打算自杀吗？自杀？啊，这倒也算吧。毕竟任何人接触它，
都会在转瞬之间被轰击成基本粒子，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烟消云散。但由于我恰好是博物馆中的投影，所以也存在另一种可能。我将随着光柱一道，一同回到这些能量的源头。依我之见，你们不如猜一猜，这样做有多少的成功率？毕竟连我也一时计算不出呢。我理解你的词穷，这是多么华丽而又意外的豪赌。试问，还有什么样的犯罪能够像这样惊心动魄？至于你，浮华，真是可惜，我们的重逢实在太过仓促，还没有来得及和老朋友好好叙旧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精彩表演，它远比千言万语更加隽永深沉。毕竟，虽然不知道概率如何，但就像过去一样，在完成真正伟大的犯罪之前，我可是不会死的。好了，时间不等人，就让我们为那位傲慢的神献上终结的艺术吧。等等，莫里亚蒂，这次可真的要说再见了，大侦探。